好，各位好，欢迎回到修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，这个环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洒水。泥瓦匠进场前要让砖墙充分合保，行话叫湿水，不然水泥糊不上去。这几天的太阳非常毒辣，即便在室内，师傅也是汗如雨下，室外就更不用说了。我以前讨厌下雨，只喜欢艳阳天，现在想来，那不过是一种矫情。猪栏算是竣工了，换上了现在流行的树脂瓦，红红火火，恍恍惚惚。瓦匠完工后，就该漆匠登场了。这中间有一天的时间要等水泥晾干，趁这个空档，我们采购了开关插座和灯具。平时在家自己打个孔、换换开关的技能，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再偷学一点布线的手艺，感觉电工的活儿也可以试试。又来撸狗了，不算偷拍吧？这只有点特立独行啊。过来吃奶呀？啊？在这儿。马上这些小奶狗就要被送走了，多看几眼。我见过的人越多，就越喜欢狗。来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肖伯纳。时间来到第10天，漆匠们开始干活了，我也终于有了摄影助理，解放双手。收拾完了3间正房加厨房，关于这堆建筑垃圾怎么处理，挺头疼。游击队建议请挖机的时候，顺便在后院刨坑埋了，但我不是很认同，可能是因为没有农业户口的原因，总感觉土地很宝贵。虽说是租的吧，也不想埋一堆垃圾在院子里。最终他们还是屈服了，毕竟撒币的是我。买了编织袋，把垃圾装袋后，准备蚂蚁搬家，分批运到县城的垃圾站扔掉。定做的大门到了，安装的时候有个风俗，要塞上这种红绿布条，我不是很懂它的寓意。换门窗的时候踩了个小坑，因为想节省经费，只换了外边的门，里边的都没动，想着刷刷漆还能凑合用，结果被木匠和漆匠左右开工教育了一番。大意是
这么旧的门，刷漆刷不上去，还得先让木匠把门包起来。一算成本，比换个铝合金的也少不了几块钱。没办法，那也得包啊。来的木匠是一对父子，看着他们干活，突然有点羡慕这种子承父业的感觉。上阵父子兵，我和我爸就不行，一言不合就掰头。到这里，房子大面上基本定型，轮到收拾院子了。俗话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和游击队长到市场里采购了一批趁手的兵器，感觉以后还会常来这里。接下来，我将用实力向大家诠释什么叫……看看我新买的斧子，就拿你开刀了。2 hours later， 算了，一定是因为我一只手拿着手机不好发力。干正事儿，我负责收拾猪栏。游击队长负责把这些旧家具拆成柴火，然后我来堆到猪栏。感觉以后我们这里烧的柴火饭多少会带点起床气。摄影助理姗姗来迟，我让他体验下锯柴火。这是个体力活，贝贝。啊，当然是体力活。5分钟他就干不动了，搁那儿陷入对人生的大思考。我不会告诉你们，他上学的时候是田径队的，给他留点面子。已经到了荷花盛放的季节，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赋诗一首。映日荷花别样红，妈妈我想吃莲蓬。路上还看到水葫芦开花，其实也很美，只是勾不起食欲。我查了一下，它预兆着幸福美满，花语是此情不虑，不是不遇，送给各位粉丝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6斤不认的步伐走来了。这是托三叔在村里请来的一台小挖机，我头一次这么喜欢挖掘机，它实在是太能干了，在后院摧枯拉朽，所向披靡。1个上午，它就清理完了后院所有的杂树。尽管我跟师傅说这些树给我留着当柴火烧，但他以这种树烧不燃为借口，大部分给我刨坑埋了。我们是5口夺牙才抢救出来几根，我合理怀疑他在水石场。看看我激情呈现的高空视角，我容易吗我？杂树清理完，顺便又翻了一下土，相当于犁地，然后平整一下后院，顺手给化粪桶挖了坑。来到前院，把2台钉子户农机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挪了位置。还挖深了池塘，不知道蓝翔招不招40岁以上的大叔学员？我感觉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。但是这个造型跟我想象中的有那么一点点出入啊，这就是个坑吧。这次回家已经1个月，依然陷在装修的泥潭里无法自拔，离梦想中的田园生活还隔着围栏、前院、家具家电、软装，这是个大山。只能安慰自己，万事开头难。感谢大家收看，你们的关注是我最大的动力。下期见。